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是由丹尼尔·戈尔曼 Daniel Goleman 撰写的一本畅销书，于1995年首次出版。这本书引起了广泛关注，探讨了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简称 EQ 对个人和职业成功的重要性，以及情商相对于智商智力商数 IQ 的影响。以下是书中的一些重点。情商的定义，书中首先明确了情商的概念。情商是指个体对自己情绪和他人情绪的认知能力，以及有效管理这些情绪的能力。情商包括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交意识和关系管理等方面。自我意识，戈尔曼讨论了个体对自己情绪的认知和理解，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以及知道这些情绪如何影响行为和决策，是情商的关键组成部分。自我管理，书中强调了个体在面对情绪激发时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情商高的人能够控制冲动，避免过于冲动或情绪化的反应，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压力。社交意识，这一部分强调了对他人情绪的敏感度和理解。具备高情商的人能够感知并理解他人的情感状态，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关系管理，情商高的人具备有效的人际沟通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书中讨论了如何在个人生活和职业中通过积极的社交技能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人际关系。情商与成功的关系，通过实例和研究，戈尔曼阐述了情商对职业和个人成功的重要性。他认为，情商在领导力、团队协作、谈判和决策等方面都能够起到关键作用，有时甚至比智商更为重要。教育和培训，书中还提到了情商的培养和发展，强调了在学校和工作场所推动情商培训的重要性。总体而言，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中强调了情商对于个体全面发展和成功的关键作用，呼吁社会更加重视和培养这一方面的能力。根据《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中对情商的定义，情商是指个体对自己情绪和他人情绪的认知能力，以及有效管理这些情绪的能力。这一定义强调了情商涵盖的两个主要方面：情绪的认知和情绪的管理。情绪的认知这一方面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情绪的认知能力。具有高情商的个体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当前的情感状态，包括喜悦、愤怒、悲伤、焦虑等。这种情绪的自我认知是对个体心理状态的敏感性，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和情感体验。情绪的管理，除了认知情绪外，情商还包括了有效地管理这些情绪的能力。这意味着个体能够在面对挑战、压力或冲突时，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情感反应，避免过于冲动或情绪化的行为。情商高的人具备自我控制的技能，能够在各种情境下保持冷静和理智。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得情商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能力，不仅关注内在情感的体验和认知，还注重对这些情感的合理管理。这对于个体的个人发展、人际关系的建立和职业成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戈尔曼在书中通过实例和研究阐释了情商的各个方面，并提出了培养情商的方法，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这一概念。根据《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中对自我意识的讨论，自我意识是情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个体对自己情绪的认知和理解的能力，
以下是对自我意识的详细描述。情绪的认知。自我意识首先涉及到对个体自身情绪的敏感性和认知，这包括对各种情感状态的辨识，例如喜悦、愤怒、悲伤、焦虑等。高度自我意识的个体能够准确地识别自己当前的情绪状态，不仅了解情感的种类，还能辨别其强度和变化。情绪的反应。自我意识还涉及到对情绪反应的理解，这意味着个体能够反思和理解自己在特定情境下为何产生某种情绪反应。这种反思包括对自己价值观、信仰、过去经历等方面的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情感的根源和影响。自我评价。高度自我意识的个体通常能够进行积极的自我评价，并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这种自我评价不仅有助于建立健康的自尊心，还为个体提供了改进和成长的动力。意识的扩展。自我意识也包括对自己在社交互动中的表现的认知，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团队、家庭或社会中的角色，并理解自己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这种意识的扩展有助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和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社交环境。在整个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个体通过不断的反思和认知，能够建立起对自己情绪和行为的深刻理解，为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感奠定基础。这对于发展健康的情商以及更好地适应各种社交情境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中对自我管理的讨论。自我管理是情商的一个核心方面，强调了个体在面对情绪激发时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反应。以下是对自我管理的详细描述。情绪调节。自我管理首先涉及到对情绪的调节。高情商的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状态，并学会在必要时调整这些情绪，以适应当前的情境。这包括避免过度激动或过于消极的情绪反应，以维持一种平衡和理性的态度。冲动控制。自我管理强调了对冲动的控制能力。情商高的个体能够抑制那些可能导致冲突或不良后果的冲动性反应，他们更倾向于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而非受到瞬间情感的驱使。适应性。自我管理包括了对不同情境的适应性，个体需要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以便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压力。这种适应性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处理变化和不确定性。目标设定和追求。高情商的个体通常能够设定明确的目标，并有计划地朝着这些目标努力。他们能够保持对未来的愿景，同时具备坚持不懈、克服困难的毅力。应对压力。自我管理强调了在压力和挑战面前的稳定性。情商高的个体能够在高压环境中保持冷静，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而不失控。情绪和行为的一致性。高情商的个体通常能够确保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他们能够通过有效的自我管理确保外界看到的形象与内在情感状态相符，建立真实而稳定的社交关系。自我管理的能力使个体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有助于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提高工作效率，并更成功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一能力在戈尔曼的理论中被认为是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体情商的提升和维护至关重要。根据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中对社交意识的讨论。社交意识是情商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强调了个体对他人情绪的敏感度和理解能力。以下是对社交意识的详细描述。
他人情绪的感知。社交意识首先涉及对他人情绪的感知能力。情商高的个体能够敏锐地观察和理解他人的情感状态，包括他们的喜悦、忧虑、愤怒等。这种敏感度使他们更容易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连接。非言语沟通的解读。社交意识还包括对非言语沟通的解读。高情商的个体能够通过面部表情、身体语言和语气等细微的线索来理解他人的感受，而不仅仅依赖于言语表达。这种能力使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他人的内心体验。情感共鸣。社交意识强调了情感共鸣的重要性。情商高的个体能够与他人建立共鸣，即在情感上与他人产生共鸣，理解并分享他们的情感体验。这种共鸣有助于建立深刻的人际关系和更好地支持他人。他人的需求和期望。社交意识涉及到对他人需求和期望的关注。高情商的个体能够体察到他人的期望，并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而建立起积极的人际互动。冲突解决和谈判技巧。社交意识在冲突解决和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情商高的个体能够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情感，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沟通和协商，避免冲突升级。人际关系的建立。社交意识有助于个体在各种社交环境中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通过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和感受，个体能够更好地与他人沟通，增进信任，从而建立持久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总体而言，社交意识使个体能够在社交互动中更加敏感、体贴和理解他人，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基础。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这种能力对于领导力、团队协作和成功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中对关系管理的讨论。关系管理是情商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了个体在人际关系中有效地建立、发展和维护关系的能力。以下是对关系管理的详细描述。建立积极关系。关系管理涉及到建立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情商高的个体能够通过积极的社交技巧、有效的沟通和共鸣能力来吸引他人，并建立起深层次的关系。情感支持。高情商的个体能够提供有效的情感支持，他们理解并回应他人的情感需求，能够在朋友、家庭、职场等不同环境中他人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从而加强关系的亲密度。冲突解决。关系管理包括处理冲突和解决分歧的能力。情商高的个体能够通过沟通、妥协和协商，有效地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冲突，以维护关系的稳定性。团队合作。在团队环境中，关系管理涉及到有效的团队合作和协同工作。情商高的领导者能够理解团队成员的需求，促进团队合作，激发团队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影响力。关系管理强调了个体对他人的影响力，通过建立信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情商高的个体能够更有效地影响他人，推动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人际网络的拓展。情商高的人能够在不同的社交圈中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他们懂得建立和维护各种关系，从而在职业生涯和个人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反馈和改进。关系管理也包括对反馈的处理和改进的能力。情商高的个体能够接受他人的反馈，借此改进自己的行为，有助于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通过有效的关系管理，个体能够建立起稳固的社交基础，
为个人和职业生涯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能力在书中被认为是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体在社交和职业领域取得成功至关重要。根据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中对情商与成功关系的讨论，作者强调了情商在个人和职业成功中的关键作用。以下是对这一关系的详细描述。领导力和管理能力。高情商的领导者通常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团队成员的情绪，建立积极的工作氛围。他们善于沟通，激发团队合作，从而提高领导效能，使整个团队更富有凝聚力。团队协作。在团队环境中，情商高的个体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强团队协作。他们能够有效地处理团队内的冲突，促进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有助于团队达到共同的目标。创业和商业成功。在商业领域，情商对创业者和企业家来说尤为关键。高情商的个体更容易与投资者、客户和员工建立积极关系，有助于创业公司的成功发展和商业企划的执行。谈判和决策。情商高的人在谈判和决策过程中表现更为优越，他们能够理解各方的需求和期望，采取更为灵活、合作的方式，达成更为满意的协议。情商与工作表现。在职场中，情商高的个体更容易与同事、上级和下属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能够更好地处理工作中的压力，有效解决问题，从而提高工作表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作者强调了人际关系在成功中的重要性。情商高的人能够建立深层次的人际关系，获得他人的支持和信任，这对于职业发展和个人成功至关重要。自我管理与目标实现。高情商的个体通常具备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够设定明确的目标并有计划地朝这些目标努力。这种自我管理对于成功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总体而言，情商对于个人和职业成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除了传统的智商，情商的重要性逐渐受到广泛认可。它不仅有助于个体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情绪，还在人际关系、领导力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理念在书中得到了深入的阐述和实例支持。在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中，作者讨论了教育和培训对于提高个体情商的重要性。以下是对于教育和培训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情商的可塑性。作者强调了情商是一种可以通过教育和培训得以提高的能力，而非固定不变的天赋。这表明，即使个体在某些方面的情商较低，通过专门的培训和教育，也有可能提升自己在情感认知、自我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学校和教育体系。书中提到了在学校和教育体系中普及情商教育的必要性。通过在课程中加入情商的教育内容，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培养积极的社交技能，并提高团队协作能力。教师和辅导员的角色。作者指出，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师和辅导员，在培养学生的情商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能够在课堂上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帮助学生发展情商，并提供支持和指导。情商培训的需求。书中探讨了在职场和组织中进行情商培训的必要性。企业可以通过为员工提供情商培训课程，加强员工的团队协作、沟通和领导能力。
从而提高整体组织的绩效。社会技能的培养，作者提到情商教育应该注重培养社会技能，包括有效沟通、冲突解决、团队合作等方面。这些技能在各个领域都是关键的，无论是在学校、职场还是生活中。自我反思和意识提升，教育和培训的目标之一是帮助个体进行自我反思，提高对自己情绪和行为的意识。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商水平，并采取积极的步骤进行提升。情商教育的长期影响，书中还讨论了情商教育的长期影响。通过在教育体系中加强情商培训，可以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好的情商基础，使他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并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取得更大的成功。总体而言，教育和培训在提高情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在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强调情商的重要性，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全面的发展，增强其在各个领域的竞争力。这一观点在书中得到了详尽的探讨和支持。